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周一在索契举行会谈。卢卡申科表示，西方没有想到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行的制裁措施最终打击了自己本身。普京则打趣道，他将与西方进行严肃谈话，因为后者认定他是乌克兰冲突和西方严厉制裁造成的所有经济混乱的罪魁祸首。читая средства свои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у и получили и инфляцию. Правда, Путин виноват. Там во всем виноват Путин. Поэтому... Мы с ним серьезно поговорим. Да,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у нас неплохо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дела. 同一天，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开幕，俄乌冲突成为论坛焦点。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说，俄乌冲突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将在未来几年重塑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通过视频方式发表讲话，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最大程度制裁。Я вважаю, досі немає, 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Ембарго на російську нафту. Повне блокування всіх банків, без виключень, усіх. 在当天的能源主题小组讨论会上，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警告匈牙利，不要阻止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的计划。事实上，德国自身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严重，超过一半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就开启了就任以来的首次非洲之行，访问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南非3国。在俄乌冲突和欧洲遭遇天然气荒的背景下，舒尔茨此行被外界认为是讨气之旅。但分析称，非洲无法在短期内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主要天然气供应方。路透社周一援引宝马董事会成员米兰内德尔科维奇警告说，如果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被切断，则汽车行业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停产。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受西方制裁措施和市场恐慌情绪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一度逼近每桶140美元。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每桶110美元左右的高位。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可能会长期存在。欧洲国家或被迫寻找大幅减少对俄油气依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也需要在发展中经济体开拓更大能源消费市场，这将导致全球能源结构调整。它必须要有一个缓冲期，那这个缓冲期呢，它就是要去找替代能源，那当然一下子不会完全找得到，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呢也是伤透了脑筋。除能源外，俄乌冲突还对全球粮食供应造成巨大冲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初步估计，受俄乌冲突影响，乌克兰将损失49%的冬小麦收成和38%的黑麦收成，这将加剧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周一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小组讨论时表示，目前也门、埃及、黎巴嫩等几十个国家的民众面临饥荒。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下去，未来10到12个月，全球粮食供应就会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一警告说，全球经济可能正面临着2战以来的最大考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约30个国家对食品、能源和其他关键大宗商品的贸易采取了限制措施，这会增加贸易壁垒，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拖累经济增长，让过去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如果各国任其发展，其代价将是巨大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